好了，那么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一个联合大作战的一个通关视频。那这次呢，应该是应咱们粉丝所说吧，因为有好多粉丝啊，咱们大家伙儿呢觉得说小狼你解说一个联合大作战啊，其实，小的时候呢，我们都管这个游戏叫中东战争。大家伙儿中东呢，现在就是大家伙儿都知道石油问题啊，中东战争啊，这个名字啊起的其实特别的接地气。咱们正常官方呢说呢，它一名字应该叫联合大作战，也就是说，咱们可以选择一个飞机和一个坦克啊，就是咱们俗称这么说啊。事实上呢，不叫飞机坦克，事实上它叫什么呢？它叫直升，它就是一个直升的一个战斗机，加上咱们的一个战斗吉普车。你可以看到咱们的选择呢是一个吉普车啊。这一次的咱们的这个通关呢是来自于咱们在线的人脑操作啊 ，ID 为251点儿，他打的这么一个视频。那他打这个视频呢偏和平一点啊。其实玩过这款游戏的人都知道，这个游戏呢它真的是有一定的难度啊。我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，这个游戏难点在哪儿呢？难点就在于它不是那么特别好操控。第一关还能强一点啊，往后的话呢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选吉普车的话呢，吉普车只能在地面上和跳啊，它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直升飞机好，但事实上我跟大家伙说，飞机并没有咱们的吉普车厉害啊，飞机是非常简单的。这个不说错了飞机是非常难的啊，这个吉普车是非常简单的。咱们这个吉普车呢，基本上就因为在地面上，其实更容易躲敌方的一些攻击子弹。不过呢，这个游戏啊，如果说很多人说小狼你要做的话怎么做啊？基本上经验呢是先做简单的，再做难的，然后呢再做双人配合的啊，可以这么做。那目前为止呢，咱们看到啊，这个。每一个关呢，咱们都有这个坦克啊，都有的，就是不是坦克啊 ，BOSS。第一关的 BOSS 呢，就是这个坦克，咱们只需要拉近它，然后对着它一顿哼哈嘿啊，就是就这个就完事儿，非常的简单啊。就是当然所有游戏第一关都是那么简单，咱们就不多解释了啊。从第二关开始啊，浓厚的啊，非常浓郁的这种。戈壁风格啊，也类似于像戈壁滩上，就感觉石油非常多，是不是啊？这种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咱们有很多地面上的障碍呢，其实没有必要去破坏它。和平玩法呢，其实并不是说咱们要和平，因为它只是告诉你啊，有很多地方呢，你没有必要去跟这些小兵拼。如果你想一命通关啊，有90多种方法啊，就是当然你打死他也是一种方法，你不打死他呢，有可能后面的怪都不刷或者乱码七糟的问题。但事实上呢，咱们可以看到有好多地方，他们对空的这个跟咱们坦克感觉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关系，咱们就不去管它了。可以看到这是四种这个飞行器组合到一块儿的话呢，可以组合成一个小 boss 啊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，咱们没有必要去理它啊，可以快速的打掉就可以。对于地面上的约束呢，这款游戏呢做的比较低，所以呢，咱们用这吉普车呢是比较简单的。而且这个游戏呢，如果说你看咱们做呢尽可能快一点嘛，做速通的话呢，坦克呢是要比咱们的飞机要快一点。事实上也快不到哪去啊，你会发现坦克呢它的爆发非常足，而这种类似于像打飞机型的游戏。它的屏幕呢，并不是咱们自我操控的，它这个屏幕啊，是它徐的往前拉，这个并不像咱们所说，你比如说我原地站着不动，它就不走，那个这个就跟之前的游戏不一样。打飞机的游戏啊，举个例子啊，尤其是像这个沙罗曼蛇，包括像有很多，你像那个中华大仙。还有挺多游戏，这个一时间还冰封，包括这个就是你很多游戏啊，就你叫不上名来啊，就是一时间你就是大概上基本上打飞机的游戏啊，都是自动往前拖的。这种自动往前拖呢，难点就在于就是你控制不了这个屏幕。也就只有打 BOSS 的时候啊，咱们是屏幕固定的。好了，可以看到咱们现在来打 BOSS。第二关呢是一个直升机，第一关呢是一个坦克，第二个是直升机。可以看到咱们的判定点啊掌握的非常好。这个飞机呢从空中往下垂直下落子弹呢，它的点呢在车前身是不会受到碰撞伤害的。这个我知道，如果说有做游戏的人知道啊，咱们是每一个这个游戏啊，咱们比如说主角他受到伤害的判定框啊，一般都是在哪儿？
比如说你看啊，咱们做这个坦克，它受到的判定框呢，应该是中间驾驶舱的那个位置上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打到前面和后面的时候呢，它并没有伤害，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挂，或者说开了无敌什么的啊，这个就肯定是你多想了啊，因为这个我做过游戏的人就是立马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包括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受到什么样的伤害，它这个损耗多少的这个数值的血量，或者说白了都是数据嘛啊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像这种情况呢，也是做起来的麻烦，但是呢，只要你知道原理啊，就知道根本都没什么难点啊，就是你设计就好了。所以说刚才有很多地方车前身的时候呢，这个子弹明明感觉砸到车头上，但事实上并没有形成伤害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大机器人呢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穿裆，可以从它裤裆底下钻过去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多的特效。你玩这种类型游戏呢，你要了解系统才能成为大神，不是说有的时候吧，你看着对方吧，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子弹啊，你就慌了，或者说你总想去打死他，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个必要。当然呢，你要想玩的华丽一点啊，全清这个小怪全清也是一种方法，但是大概就这个意思。可以看到，直接从底下钻过去，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你看他基本上发的子弹呢，就是面朝你有攻击判定。然后呢，咱们没有这个必要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个组合飞机体，只需要打这个白色的机体就好了。然后打爆之后呢，就没有任何的效果。然后咱们呢，很多人说它包括咱们吃一些这个子弹什么的，包括特效，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必要，因为你只需要记住啊，打 BOSS 的话呢，就是秒杀就行。它只需要对这个 BOSS 的判定框持续输出啊，基本上就能秒。而你选直升飞机，你会发现直升飞机的话呢，它就没有那么稳。你看现在咱们打到第三关的 BOSS 是一个带履带的一个坦克，咱们你看可以看到啊，在这里直接一顿输出。好了，先是往右上斜角输出，等它上面那个激光炮架起来之后呢，就怼着它打。大神玩游戏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熟悉这个游戏的判定，熟悉系统，熟悉一些小技巧，而你不知道。你看啊，你比如说你玩坦克，看到对面的 BOSS 来了，你是不是第一想法是躲远远的，在远距离用子弹进行输出？这样的话，你打起来就不好打，因为你输出的角度有问题，对不齐，然后呢，输出的能力又下降。有很多游戏可能它离得越近的连发的速度越快，而你离得越远呢，它子弹打出去先形成伤害，才能再继续进行连发。这个就是越打越慢啊，就是你必须要离得近输出才快，这个原理大家伙应该都懂。所以说刚才你看打 BOSS 的时候呢，尽可能的就是要秒，这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玩合金弹头的游戏的时候也是，他该扔雷的时候吧，他不扔雷；不该扔雷的时候瞎扔雷。啊，这是一种玩法，就上来就把雷全扔了一种玩法。还有就是呢，打 BOSS 呢，明明啊可以用雷加子弹，比如说你用25颗雷加这个一梭子那个傻干啊，或者说一些子弹去秒杀它，但是呢，你存了40多个雷，这样的话呢就浪费这个雷了。这个雷你可以在前面有一些挺难打的地方呢，就先扔掉上25个雷不就可以了吗？所以说，但凡啊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但凡你涉及到这个游戏。你发现这些大神玩的溜，就是太了解了啊，就是太了解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是一路和平模式啊，打分的并不多，然后看起来呢，很多人说是不是有点枯燥啊？我个人觉得吧，这个游戏真的不是大伙想象中的。你可以看到现在呢，咱们的第4关，如果说你要是正常打的话啊，这个确实啊也有一定难度的啊。你看他呢是。不该出手的时候呢，他知道怎么去躲这帮人，你不用跟他嘚瑟。而相反，你选飞机的话，你上下都能走，有的时候你就要清掉咱们的这个小怪了。如果你不清的话，你看，尤其是有的怪，它不是从前面刷，它是从上面往下面刷，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难。所以说，你选飞机的话呢，就真恶心啊！有机会呢，小狼也会把咱们的飞机的这个操作啊，也给大家伙弄出来。双人配合的话，那就是更难了。双人配合的话，一般很少有人选这个车啊，都是选飞机。但是其实选车的压力是最小的。可以看到，这个车前身判定，在这里一直在敲子弹。垂直上方的这个炮弹呢，它是双叉炮。然后呢，打中敌方呢会持续进行费血，虽然说伤害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啊，但是由于它的射速非常快，所以说就比较稳。所以说你看咱们玩那个赤色要塞啊，就是也是吉普车，咱们可以营救人质那个游戏，大家伙都看过。那个游戏有的时候你像打 BOSS 的时候啊，这个由于咱们的那个手榴弹，包括那个你最后炸成4花的那个炮弹呢，
你看起来好像那个炮弹肯定伤害高啊，但事实上呢，咱们打 BOSS 的时候多用处呢是咱们的那个小紫豆子，就是丢丢丢这个子弹，用那个子弹的输出能力是比较强，这就是因为咱们射速问题啊。所以说天下武功啊，武为快不破。如果说你有快速的输出方式，那子弹伤害少也是可取的。可以看到这边的地面导弹发射井，这也是唯一一个啊，对咱们这个玩家呢这个造成障碍的一个。有好多人不敢走啊，有的时候跳过去呢，还难免被这个炮弹给打到啊，这点就比较难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咱们目前为止，有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无敌的小效果啊。你无敌的话呢，真心是啊，这个也是有这个道具的感觉。好了，看看这个游戏呢，虽然说经典啊，小的时候呢，因为它是属于2个角色框的判定，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很多人，比如说你玩双截龙的话，它的这个1批和2批角色的招式呢是一样的，那没什么说的。而这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咱们正常去玩的话呢，那么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就是因为这个音乐吧一样。然后呢，画风也一样，那就非常难受。你像咱们这个精英怪，每次都是刷出来之后呢，这个被咱们的玩家秒掉，他打得非常准。像你玩的话，你知道套路了之后，你也知道怎么去打这个怪，否则一让它合体之后啊，也确实挺恶心的啊。好了，空中有这个补给空投，地方有导弹，可以看到从第5关开始啊，这个游戏变得越来越恶心，障碍也是变得越来越多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然后再往后呢，这个 BOSS 方面上啊。每次单挑 BOSS 的时候呢，它都是单挑，没有小兵去骚扰，也没多难，就是套路问题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第5关的 BOSS 上来一顿怼，又是坦克车啊！就在这里面，你看子弹也可以抵消掉。这个坦克车好像跟刚才那一关如出一辙，只不过咱们的贴图颜色变了一下，然后血量呢看起来也没多多少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一点就看起来比较枯燥，但事实上这个游戏的手感还是比较好的。可以看到最后结算的这个奖励啊，也有奖励。地图方面做的也不错啊，都是你看这都是那个平原的民居啊，这个就是比如说不是平原啊，就是比如说高山围住啊，就是属于类似于像2山夹1沟的这种感觉啊，就是它有民居的小平房在这里打。所以战争呢永远是比较残酷的啊，就是有时候在你家园打你也没招啊，你非常难受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机器人呢。终于是变成2.0版本了。之前的1.0版本呢只会往前走，2.0版本之后呢，它头部会往上翘。好的，这个咱们可以看到利用大跳，地面还有推土机，然后空中的飞机往下降落也会发子弹。从第6关开始啊，这个又开始加难了一部分。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到，地面发射导弹，然后咱们就秒掉这个白色的小飞机，但是它还是组成了一个直升飞机的一个小 BOSS， 但是。由于血量不多，已经直接被秒掉了。好了，当然咱们身上闪光了啊，这个就不做过多解释。好，看看现在分数方面上啊，它这个分数显示呢，有时候看起来怪怪的。这是多少啊？这是43500吗？这写的这有的阿拉伯数字看不懂。好了，看看现在这边小球。这个明显是看起来比较肉啊，空降的这个坦克再来打45000、46000，那刚才那个不应该就是3啊？刚才那个是3。好了，可以看到马上应该快打 BOSS 了。这个 BOSS 呢，如果说你像咱们都知道，很多游戏的最后一关 BOSS 呢，应该是都是难一点。其实呢，我告诉你啊，所有的这个游戏的最后一关 BOSS 它并不是难一点，它最后一关的 BOSS 都是肉一点啊，你只需要记住这句话就好了，只是肉而已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个炮筒呢，朝天开枪，垂直向上开枪，斜角开枪，以及平行的往右边开枪啊，这都是可以调节的。这个呢，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个超级的 Rambo 直升机，子弹呢由于可以被抵消掉啊，所以说难度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，但是这一次躲的也是要躲一躲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飞机明显是变得一个怒脸，然后非常的肉。非常的肉啊，看不看见？这跟以往的 BOSS 不一样，而且躲子弹方面上呢，你也并不能把所有的子弹全抵消掉啊，这一点是非常难受的。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BOSS 被打掉，刚才第6关分数方面上啊，这个你看它的分数应该是应该是以100万计的话呢，那么它就有一定的刷分机制啊，应该是有一定的打分机制，但是现在没有开创出来。
而现在呢14分钟多啊，不到15分钟将近。然后呢第7关游戏的进程还是蛮快的啊。打 BOSS 呢，如果你想快点打，也有这个也确实是，如果用 TAS 的话呢，刚才也会更快一点。但人脑呢，它就没有那么极限，它只是凭经验和判定位。TAS 的话呢，那就很多人就看起来肯定会吵吵啊，就是你这个是挂啊，你这调无敌我也行。其实啊，我想告诉你啊，真的不是，这就相当于那个，你像最开始很多人看那个我解说的恐龙快打，有很多的时候呢，这个 BOSS 已经打到我们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费血？第一呢，有血杀之后的无敌判定；第二呢，有这个投技之后的无敌判定，包括还有很多小 bug， 比如说奖命的时候呢，这个利用移动时的这个攻击造成奖命，然后呢快速跑动或者练技能之后呢，强制性的让你奖命的这么一个动作，这样的话你会造成无敌等等等等这些画面呢。一些 bug 啊，都是很多玩家理解不了的。他只是认为，就是他天真的认为，就是我玩这个游戏，我记得要是我的话，我早死了，或者怎么着啊，那就是太幼稚了。包括你们看那个，有很多人玩那个打飞机游戏啊，就大神级别的，包括音乐也是非常好听的那个东方系列啊，我记得东方永夜超啊，当时玩那个叫世消难度啊，是不是叫世消？是代消世消？我不知道啊，忘记了那个字儿汉字，然后就非常的难。然后你玩起来，你就会发现呢，有2种模式，一种是快速模式，还有一种是慢速躲闪模式。其实呢，它的判定框啊，有的它只有一点。你看，包括咱们玩那个威虎战机啊，包括挺多的打飞机的游戏，怒手领风等等啊，它也不是说你这个飞机大，然后就吃亏，它受到伤害的位置永远就是那么一块啊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可以看到，马上第7关的 BOSS， 刚才那一关的 BOSS 都那么肉，这一关。这是巨无霸型宇宙飞船了，这根本就没有记忆啊，兄弟啊！这神盾局的这个飞机吧，这是。好了，可以看到又有大型雷电啊！真正你这时候你会发现啊，如果是直升机的话，真心是难；如果是坦克车的话，就吉普车的话，那就简单多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，真心肉啊！但是你要说难，我觉得也还就不难吧，他玩的很极限。有很多子弹都被抵消掉了，并且自己的自由走位。坦克车呢，走位速度很快啊。如果说你反应速度快的话呢，真心是比较适合用这个坦克车啊。但是用飞机的话呢，有机会给大家伙看把飞机的那个做出来。当然呢，通关也是一命通关。那既然都是一命通关，那飞机看起来就是也没多难。事实上，当你玩了之后，你就知道啊，难的要死啊。好了，可以看到接下来就是第8关。第8关应该就是一般很多游戏啊，很多游戏一般超不过8关啊，除非是那种益智类型的或者套路型游戏。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地图已经非常难了，对咱们发射的这个子弹啊，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逼迫性啊，就是让你觉得就不能大意，有非常强烈的侵略性。包括你看这个飞机，它刷出来之后呢，有的从左边包，有的从右边包。玩咱们任何的这个打电脑的游戏啊，都特别害怕被左右包抄。这个相信大伙都了解啊。就比如说你看很多什么三国啊，包括什么各种这个兵书啊，孙子兵法之类的，它都是什么呢？就是首尾不能相顾啊，就这种啊，就是比较难受啊。除非是你像有人说那个一字长蛇阵，什么2龙出水阵，什么一四象阵啊，什么6丁6甲阵，什么8门金锁阵什么的啊，就那种他们有阵法，也是为了逼迫这个事儿。就是你包括你像那个成犄角之势啊，就是就你来打我，然后我从后侧翼啊，然后回来包抄，这样的话呢，敌军乱啊等等之类的啊，就包括你像那个当年这个刘备守徐州城，让那个吕布啊驻守这个什么小沛啊什么之类的，就这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呢都很好理解。你腹背受敌的话，这真心难受。玩什么游戏都是这样的，就怕腹背受敌，所以说经常会2个人配合，然后一个人打左边，一个人打右边，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啊，确实是啊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一关的游戏剧情比较长，然后敌方的这种空降飞机啊，超音速飞机呢，它飞过来的时候呢，它会扔下来子弹。前面几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子弹，发现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敌方的大柱子基地直接打爆。感觉这个基地车啊就比较皮了啊，这什么呀？这个大柱子莫不然啊，那是传说中的那个
不然是传说中的三木童子那关的大柱子。然后这样的话就作为最后一关，然后你这个大柱子就 KO looks I like it 什么玩意儿呢啊？就纯情啊！这个通关动画其实很多人都没有看过，我估计小的时候大伙儿也没有看过，觉得真心这个游戏有点难啊。其实你看起来你觉得简单，当你一玩的时候，我操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玩意儿是吧？啊，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个刚才的这个结尾的小通关动画啊，还看看在片尾之后，这个有点莫名其妙的黑暗科技幽灵感。这个就有点皮了啊！好了，看看通关动画没见过的小伙伴啊，一定要拿起来看一看啊，你懂的啊。这个 Where is her？ 它在哪儿啊 ？Her is 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什么鹰？来看看，最终啊，超级彩蛋啊！好的，这整了半天是这啥呀？这是啊，鸟人战队啊，这是这是蜜蜂侠吗？这不是啊？好了，看看受到伤害的部位，大家伙都看到了啊。基本上这个有点像那个死亡之屋 The House of the Dead 那个 BOSS 的受伤部位。你打其他的地方都是反弹，只有打到这些地方，比如说你像那个膝盖啊，这哥们儿磕膝盖冲后啊，这哥们儿啊。好了，可以看到一直在打，确实啊有一定的难度，打得准不说呢，躲他的子弹。他的子弹还有一定的热感追踪，但是呢，你看刚才他一点都不慌，他就知道自己能抵消掉这个大炮弹的。所以说啊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很多玩家呢，就是也是玩的非常溜。好了，直接打爆，21分钟30多秒就形成通关。那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，同时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当中搜索小狼解说，可以关注啊这个一下啊，就是有更新更全，并且是全网首播的视频。这样的话呢，也是希望大伙能够理解啊，就是说这个可以在微信第一时间看到这个首播的视频的话，那就比较好了。咱们下期再见。